报告，主席，有几个人求见您。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见。那帮王八蛋，我一个都不想见。让李参谋长帮我挡一下。是。司令，这几个人您还真得见一见。我不见。进来吧。进去吧。马主席，鄙人是韩云阶，这位是新上任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先生。马主席的大名早已传遍中华大地，今日相会真是三生有幸。土肥原贤二先生啊，久仰大名。我这腿有风寒，下不了地，请见谅。炕上来吧，热乎着呢。要不一块整点？嗯？不知道土肥原先生到海伦来找我，到底啥意思？马主席真是一个爽快的人。既然你快人快语，那我也就直说了。我是奉宣统皇帝之命，请你亲自出山。你是说溥仪？没错，确实如此。皇帝说你是他的人。溥仪皇帝说要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他的身边总得需要几个自己人。我啥时候成他的人了？1921年，你去见皇帝，还给皇帝叩了一个头。皇帝还给了阁下你一张古画和一个宋朝的古瓶。这溥仪还真记得我。皇帝说那一年你好像才是一个团长，要到河南去驻防。那你们到底要建一个啥样的满洲国呀？这些具体的问题，还是到了沈阳再详谈。土肥原先生，沈阳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我手底下可有好几千号日本关东军的人命。本庄司令官设的是鸿门宴吧？马主席，要不这样，你去沈阳，我留下来做你们的人质，让你的士兵每天给一口水就行了。阁下回不来，我被扣押在这里也走不了。马主席，你看这样如何？去沈阳呢，我有件私事。你要是答应了，咱就走；你要不答应，你走人。有什么事情，还请阁下直说。明天再说。田白，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办呢？要不，咱把他干了。谁啊？马占山。胡说！别胡闹啊！我可跟你说，一旦明天他宣布投靠日本人呢，到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啊？
你就不觉得这里头有他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谋略？我坚信，马占山肯定不是这种人。哼，难说，人心隔肚皮呀。别瞎操心了，赶紧睡觉去吧。哼。什么人？哎，徐团长啊，这么晚还没睡？您是找主席有事情？没事没事，我就是想解个手，顺便看看那个马司令睡没睡。你忙你的啊。啊。哎，徐团长，天黑拿灯。啊，好，你忙啊。就这件事情，就这事儿。这件事情，我要是能够办到，我就跟你去沈阳。全体起立！从11月4号江桥抗战以来，咱们搁黑龙江独挑大旗，孤掌难鸣。蒋介石、张学良始终也不发一兵一卒，最终咱还是以失败告终。退到海伦这旮瘩以后，我也想了很多。我对咱们曾经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但今后咱不能这样走了。人生一世啊，草木一秋，我马占山也得食人间烟火，我也得识时务。我决定脱离南京蒋介石，北平张学良，宣布黑龙江独立。我马占山此言一出，兄弟间有的缘分可能也就尽了。愿意跟我走的留下，不想干的拿着金条走人。好，既然愿意留下，那咱就同舟共济。只要我吃干的，
绝不让你们喝稀的；我吃咸的，绝不让你们吃淡的。马司令，你要去哪儿？跟土肥原贤去沈阳。散会。李参谋长，司令，你就不想再问点啥？我相信你。到了沈阳之后，万一我真的投靠了日本人，我相信你。到那时候，不但我背上了汉奸的骂名，也许还会连累你们的名声。我相信你。好，我在沈阳期间，黑龙江的军政事宜全交给你了。你就不怕我带兵反了你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你，但有一点，我也相信你。马占山把队伍托付给了李天白，非亲非故，非经年旧部，马占山就这样3两句话撂下，把数千人枪交给了李天白。是惺惺相惜，是气味相投，是马占山已看破李天白的中共党员身份。或许，男人间的信任，军人间的托付，原本就这么简单。马主席，为什么不追啊？我也痛恨过汉奸。上马！当马占山押上半生名节，踏上凶险莫测南下路途时，距拜泉500里外的一条密林官道上，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正率领一支抗日游击队待机伏击日本关东军车队。满洲省委是在赵尚志一再要求下，才放行赵尚志来到东满组建抗日游击队的。男儿当自强，扬眉剑出鞘。赵尚志一线杀敌，心之切，意之坚。这从几年后填写的一首《满江红》词，可见其心路。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在天。争自由，誓抗战，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他。
閣下、今日はとても寒く風も強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も閣下にはお体にお気をつけになるようにと。大丈夫です。何かお召し物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ょうか。いや、連盟から何か会議の連絡はありましたか？ちょうどご報告申し上げるところでした。連盟の決定では。どんな決定ですか？我々を糾弾するわけでもなく、容認するわけでもなく、調査団を東北へ派遣してくるとのことでございます。関東軍の満州での様子はどうだ？関東軍は満州で一つ良いことをしてくれました。それは満州に親日政権を打ち立てたことです。この政権があれば我々が彼らの領土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はなく、我が方は彼らを解放してその自治を助け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軍部には若槻総理に対してわだかまりがある。若槻総理にはやめていただくよう何か方策を考えるよう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鉄砲担いでの鉄砲担いでの鉄砲さいさい正体前と進め。よかったよかった。中国流で言うと、これでなんとか8の字の羽がなんとか書けたというもの。次の右払いは最も難しいな。俺が旅順に行って不義を説得し、縛ってでも長春に連れてくる。あとは馬仙山だな。それは俺に任せてくれ。まず海林を出て父原に行かせ、親日宣言をさせる。それと満州国開国大典には必ず奴を参加させねばな。なかなか骨が折りそうだな。いやー石原君の方こそ世論もうまく利用すればな。中国だけでなく国際連盟の世論だな。まず肝心なのは内地だ。3月9日満州が建国されれば日本政府には直ちに承認させねばな。姐姐，姐姐，怎么了？醒醒！
1个多月时间没见到板垣征四郎了，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可是我每天的一举一动却全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不过，这日本人也是为了您的安全。我不需要。昨天我听一帮日本人议论，说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他们跟国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我必须要当皇上的12条理由。你马上交给板垣征四郎，如果不能让我迅速登基的话，我就要回天津。我的皇后还在天津等着我。是。谁？我去看看。皇上。谁？是皇后。在溥仪只身一人走出静园2个月后，婉容抵达营口。溥仪与婉容从天津到旅顺，几乎走了一条同样诡异的路，经历了同样惊悚的旅程。唯一不同的是，把溥仪劫运到旅顺的是土肥原贤二，把皇后婉容偷渡到旅顺的是川岛芳子。皇上，今后你不要再抛下我了。皇上，我跟板垣说了，请你们到我父王的府上去住。板垣一直不露面，他什么意思？是要把我一直软禁在这里吗？皇上，请放宽心，东征来了，一切都有我。明日就是姐姐的生日，在旅顺的皇亲国戚们都想要好好庆贺一下。姐姐最爱拍照了，明天咱们拍个够。走。给皇上皇后拍照了，给皇上皇后拍照了。来，准备了啊！皇上，下一次我们真的可以在奉天故宫跳舞吗？应该是吧。那边的舞厅比这边要大多了。来，皇上皇后，看这儿，3、2、1。不能拍照，尤其不能穿这样的衣服拍照。皇后陛下，板垣征四郎，祝你生日快乐！请你们继续吧。现在是建国筹备时期，这些照片流出去会招来非议啊。没事啊，大家继续跳舞啊！今天是皇后的好日子，接着跳舞啊！来来来，没事没事。皇后，皇上。開国式典も目の前なのに、なぜ彼にそんなに冷たいのですか？彼は狼のごとき野心。よってその威風を削ぐ必要がある。今や彼はあなたの手のひらに置かれたおもちゃのよ。お急ぎになるまでもないのでは？よしこ、皇帝閣下の無念さを抱いているか？いや、こちらの網の中にいるとはいえ、まだ長春に到着されておらず。中国人は言ったことは守ります。しかしようやく手に入れた大魚逃してしまっては。餌が十分なら魚は逃げない。大秦国の皇帝の尊い御身、所詮子供だ。子供ならあやしてやらねば。女をあやすように。川島少佐、自分が
清朝の中枢側がなどと思ってはいかん。あんたは我ら関東軍の一振りの軍刀東洋の股張りだ。この度は泳がせておき、後でこれを縛るやり方にあんたもお付き合いいただかねばならん。はい、分かっております、板垣先生。日本人是贼喊捉贼的老手，每一次蓄意挑起的军事纷争，幕后无不是日本人的弥天大话。川岛芳子在阴冷的上海滩一条小巷里制造了一名日莲宗僧侣的死亡，战事一触即发。日本人の僧侶が中国人に殺されました。海軍としてこのような残忍な行為は容認できません。もしも上海市長が我々の要求を飲まないなら、我が海軍は行動を起こすぞ。一个日本和尚被人给杀了，日本领事竟要求中国军队撤离闸北。欧市长，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做军人做得这么窝囊，我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去。说得好，日本人想在上海再搞一个918，我蔡廷锴可不是张学良。上面态度如何？上面的人他靠不住。看来咱们19路军得靠咱们自己了。尽管蔡廷锴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可日本军机的轰炸还是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更猛烈。炸弹连同日军的侵略野心，一股脑地倾泻在上海密集的建筑群落中。日军早已做好打算，要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将国际视线引到上海。肆虐的日军飞机，如同空中盘旋的幽灵，成为了笼罩城市上空的恐惧阴影。猝不及防的平民百姓，争先恐后地朝着美英租界奔去。这座连接租界与市区的外白渡大桥，成为了百姓眼中的求生通道。第19路军一面抢救运输伤员，一面紧急搭建阵地。他们不愿让上海成为第2个沈阳北大营。与此同时，日本驻沪海军奉命紧急集结，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整兵分5路扑向闸北。黄浦江面上集结的24艘日本军舰开炮参战，上海128抗战打响。
连长啊，护士都被炸了，马宝不够啊！马宝不够就不是护士了。没护士，老子照样给滚子干！利用所有东西建筑进攻之，速度快点！快！快回来！走！快回来！加快速度！中国人の神経はとても脆いものだ。おかしいね。昨日から海軍が打撃を続けて与え、上海は瓦礫に変わったはずだが、なぜ奴らは抵抗をやめないのだ。全く思わないのだ。中国人の意志を打ち砕くなら、港北の町を破壊するだけでは足らん。もっと大きな標的を狙わないとダメだ。わかりました。直ちに航空隊に商務図書館と東方図書館を爆撃させ、中国最大文化機構を消します。よーし。外面炸弹都响成那样了，你们还在屋里干什么呀？这是杨信佛他们搞出来的防毒面具，从设计到携带都非常实用。日军很可能使用毒气弹，我们要尽快制造出来，提供给19路军。文化都快覆灭了，还要这防毒面具干什么呀？你们去宝山路看了没有？日本飞机轰炸了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毁于一旦啊！这日本人实在太可恶了，他们以为毁掉我们的图书馆，就可以毁灭中国的文化了。真正的文化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的，是烧不掉，也炸不毁的。雪峰已经起草了一份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对19路军抗战表示坚决的声援。你看看，雪峰，你怎么没签名啊？国民政府还在清剿共产党，雪峰同志不便签名。哦，对，你这个共产党书记一签名啊，这文章就发表不了了。巴金、田汉他们正在召集文化界爱国人士聚会，号召全国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共同起来为国家和民族而斗争。好了，我的名字签好了，可以拿去报社了。我们需要等一下鲁迅先生的意见，他被困在闸北的寓所里出不来，我已经派人把稿子送过去了。各位，鲁迅先生已经签名了，他完全赞同我们的宣言。好的。加速せよ。了解です。
帰国の戦闘機が堂々と攻撃を仕掛け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れは重大なる挑発行為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帰国政府よりのご説明を伺いたい。 Sit down. Mr. Murai, Robert Shorter is a salesperson for a commercial aircraft company. The flight he took was from commercial aircraft at an exhibition. This is everything to do with Mr. Shorter's recklessness and nothing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何はともあれ、今回の空中戦により我が海軍の小谷進隊員が命を落としました。帝国政府として相応なる賠償並びに今後このような事件を起こさないことの保証を要求いたします。 Mr. Murai, as I said, this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Mr. Shorter's recklessness an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S. government. But I noticed Japanese warplanes have bombed non-military targets, includ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East Library, result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ousands of antique volumes.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about that? 商務院書館を中心とした上海の文化機構は長きにわたり日本を害する書籍を出版し反日感情を煽ってきました。今回の爆撃はそれに対する報復行動です。 Oh, I see.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Robert Shorter is sort of a cowboy. First start trouble, then start a war. That's a trick the Japanese military, no, the whole country has always played. See, that's why they sent only 2,000 sailors against the stronghold of 30,000 in Shanghai. It's a provocation. It's ridiculous. It's arrogant. Yes. We also need to notify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at the affairs in Shanghai of interest to bo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terest. We also need to ask both parties to come to an immediate truce. 哎，大姐 Excuse me， 请让开。哎，来了好多记者哎。Excuse me， let her through。小妹，明知众寡悬殊，19路军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之躯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武之军队与民气，将士流血报国的精神让人感动。所谓国难，是既有外患，又有内忧。驱除外患和解除内忧都是政府的职责，二者不可偏废。美玲，在这个时候，举国上下各个党派，不分男女，不论老幼，更应团结一致。小妹，大姐，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创办了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我们待会儿去那儿看看。好，这些棉衣都到了。哎，小伙子，你穿上试试。是。挺合身啊。快看！啊！哎呦，你们看这姑娘，还要捧着炮弹拍照啊！来，大家合张影吧，真有趣儿。行，好，行，你先请。不日不见了，是啊，建国方案，国名满洲国，
元首称号、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五色旗、首都、宽橙子、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新国家的管辖地、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赵乌达、车索图各盟。就以上这些，请在座的诸位发表意见。本人对元首的称号为执政略有异议。总统就是总统，主席就是主席。执政叫起来不顺耳，好像执政和听政有些相似。那么执政后是不是还有个摄政呢？新しい国を作るからには新しい印象というものが必要だ。総統とか皇帝とかいう名称は今のこの時代の流れにはそぐわない。失政の後に節制を置くか。我が関東軍は我が日本国としては国防並びに外交を除いては全て新しい国家によって管理されるものと考える。可是，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靖远劝宣统皇帝时，可不是这么说的。私が申し上げたのは、新国家の体制は帝政であり、皇帝と呼ぶ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は、皆様方の協議が必要ということです。現在、失政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皆様の協議の結果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我个人愿意理解，可是宣统皇帝人在大连，如果以执政的名号即位，恐怕会有麻烦呢。問題など何のことはない。問題を起こすも収めるも得意とするところだ。それではもし異議なくばご署名を。それではここに発表いたします。我宣布，張慶慶氏を東北行政委員会の委員長として建国の所持を取り仕切ることとし、建国日は1932年3月1日、場所は長春。还是不敢，没你想象的这么难，放松就好啊。来，哎，不错不错啊，很好很好。哎，上！哎，对了，你扶着我。哎，挺好，别停啊！皇后，你不能离开这栋楼。什么意思？滚！嗨。怎么了？不去了，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受够了。皇后，哎，十四哥哥，皇后，皇后，别生气了。十四哥哥，皇上有请。
东真，我听说板垣征四郎已经到了旅顺，他为什么不来见我？郑老在讨论建国纲领的会议上顶撞过板垣吧？是的，十四格格，为叫执政一事。这就是关键所在。皇帝改称为执政，然而我想执政乃我国史上从未有过，大家也没听说过，所以我觉得不妥。那有失皇威，他们如此冠冕堂皇地架空出这么一个名头，实在是居心叵测呀。没办好，这事儿没办好。皇上，老臣该死，老臣该死。我可是从板垣那儿探到一个消息，日本人已经接触过预言了。皇上要是再在这儿端着，等关东军去请他出来，那皇上可未必再有人叫您皇上了。等到那个时候，天津回不去，奉天也去不了了。陸海軍連合参謀会議の命により、以下の部隊を上海に派遣し、作戦行動に入る。此时，日本陆海空三军兵力在上海已达3万人。植田千吉总指挥的第9师团在吴淞口登陆完成，日军对上海的第2波攻击随即展开。连长，连长，免疫来了！连长，免疫来了！免疫来了！免疫来了！好，免疫来了！连长，太好了，免疫了，免疫了！哎，不错啊，给受伤的弟兄们流血的人怕冷。是。哎，谁送的？蒋夫人送的，还有孙夫人。蒋夫人，你真的见到蒋夫人了？哎呦，见到了。长什么样啊？和报纸上差不多。行了行了，赶紧送去啊！是。连长，日军军舰又在攻打吴淞口炮台了。哎，快看，吴淞口炮台开炮了！是啊。迎宾！
1月28日から英国や米国は上海での貿易の激減により相当の損失を被った。それに戦争による生活への不安を抱えた英米の居留民は恨みと、そして反感を抱き、我が国の政策にも影響をもたらしており、このため陸軍部は白川義則大将を派遣軍司令官に任命し、第11師団と第14師団を主力として上海に増援する。岡村は上海の状況に詳しいから、この度の白川大将の参謀長をお願いしたいが、何か意見はあるか？国際関係に配慮し、今回の派遣軍の上海上陸地点は極力疎開を避けるべきです。とにかく急がねば。国際連盟は3月4日中日紛争に関する会議を行い、調査団も間もなく中国に到着するようだ。連盟の会議の前に上陸を終え、我々に抵抗する中国軍を殲滅すればなりません。Since the January 28th conflict, all the consul generals have requested that there be a treaty talk. Unfortunately, Japan has denied our request. It's very regrettable. 軍事衝突が起きたのは中国軍が広北から軍隊を撤退しない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完全に我々の自衛的行動であります。Jiaobei is not part of the consensus area, and Japan shoul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troops. 東北には多くの日本人が住んでおり、日本人が住むところは日本軍が保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I don't care what your reason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ar has become a threat to the French settlement, and it has impacted the business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Exactly. A lot of things have changed since the war. More seriously, the Japanese army allocated the artillery bastion to the public settlement. They have violated the non-power agreement. Sir, so you see, bo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hould withdraw their troops and let the third party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ブルーの総領事、大日本帝国と中国を同じ位置に並べるのは合理的とは言えません。Well, in this case, we should request the arbit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oreove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sk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vestigation team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in Shanghai. どうぞご勝手に。 As you wish. These Japanese are so unreasonable. 军长，上峰命令19路军撤出闸北。什么？哦，你再说一遍。撤退。咱们打过败仗吗？听说国联开会讨论中日冲突问题，上峰说要给各国留个好印象。 一支没有战败的军队，却要奉命从自己的国土上撤退，这是对咱们军人最大的侮辱。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的上海抗战，自1月28日23时30分被迫打响，上下用命，前赴后继，苦战越狱。 终因日军2个增援师团的太仓登陆，第19路军腹背受敌，遂于3月2日撤出战斗。从被迫迎敌到被迫撤离，第19路军用历时34天的赤胆喋血，把一份军人的忠诚与光荣留在了上海。 「
欢迎你，李喜。1932年3月9日，一心想要复辟的溥仪，终于被日本人送上了伪满洲国的庆典红地毯。日本人很吝啬，送给溥仪的名头，并不是什么满洲国皇帝，而是满洲执政。听上去怪怪的一个头衔。建年号为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黄5色旗，定都长春，日本人称之为新晋。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就职仪式开始。刚收到的消息，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溥仪出任执政。这个民族败类，竟然敢当傀儡啊！除了溥仪，还有郑孝胥等一帮遗老遗少，这些人为了复辟，不惜认贼作父，真是可耻可恨。溥仪的出场，并不是简单的复辟。伪满洲国也不是清王朝的延续，它是日本分割中国的步骤之一。日本侵占台湾就是这样啊，首先是军事高压，然后是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接下来就会是殖民化统治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溥仪呀，不会有什么尊严，他和他的皇民也不会有什么权利，最终无外乎都将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中共满洲省委日前已发表宣言，反对伪满洲国的成立。红军也应该行动起来，要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总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所行动啊！红军要积极向外发展，一定要将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嘿，陆逊先生说得好，夫人，所以有礼啊。廖夫人，你来了。你知道吗？出大事了。日本人扶持废帝，在东北成立了伪政权。他们宣布成立满洲国，参加会议的呢是东北的什么4个巨头。哦，到时间该放鸽子了。诸位说的都切中要害，日本人扶持这个傀儡政权，为的绝不单只是东北3省这么简单，他们下一步直指华北，然后图谋全中国。蒋介石不顾全国上下一片抗日之声，实在是可恶之极呀！蒋介石信奉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他消极抵抗，对内又集结军队对共产党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用绪范廷公的一句话来形容蒋介石，再合适不过了：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侧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硬。
不中不正，又臭又硬，蒋介石确如侧中怪石。薛老先生的这个讽刺酣畅淋漓。我还给老蒋准备了一份大礼。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欺。不战宋山河，万事同羞耻。无柴妇女闻，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伤，换你征衣去。好，好，我要把这份大礼给老蒋寄过去。Mr. President, Japan held Puyi as a hostag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so-called Manchuria, which is the puppet regime supported by the Japanese Guangdong Army in the Chinese territory. Its essence is the viol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H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rmly refuses to recogniz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議長殿、満州の建国は日本が迫ったわけではなく、満蒙人民が自ら選んだものです。Silent. Silent.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appointed the panel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in China. Until we hear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that panel,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do not recognize the regime of Manchukuo at this time. The facts are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rea is in violation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ence, does not recognize the Manchukuo regime, as it's in a violation of these various treaties. Эт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они что теперь? Всегда будут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ошибки СССР? 大家都晓得了，日本在东北扶持了一个政权，国号大同，并列溥仪为执政。大家是什么想法？这个毛孩子还是做了日本人的狗，狗飞到天上也还是狗。他现在想一心搞复辟，就去做日本人的傀儡政权皇帝，绝对不能容忍。不管他是做狗，还是梦想复辟大清帝国，现在他只是个民族的败类。发布中华民国逮捕令，逮捕溥仪。满洲可能和南方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上伪满洲国的建立，那里正在殖民化。早在几年前，那里就有他们的开拓团，他们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将东北人的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再加上那里文化落后，教育程度低，政治觉悟也不高，更没有经历过南方那样大革命式的洗礼。还是要坚持我们党在918后发表的宣言里讲的那样，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争取人民，这是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打出个样来。留守败权，枕戈待旦。今天，李天白终于可以把队伍还给马占山了。马占山去沈阳，马占山走长春，每一步行踪，记者盯着，百姓盯着，日本特高课和中共满洲省委都盯着。在马占山南下沈阳的3个月间，李天白经由中共满洲省委秘密推荐，已招收了2批10余名学生兵入伍，担任了基层营联文化教员。
马部长。部长，给我起草通电，我马占山还要抗日。来，先坐下。哎，那银票上的钱都提出来了，绕了一大圈没白跑。钱有了，枪咱就有了，重要的是把重要的军事物资运过来。哎，现在该是咱重整旗鼓的时候了。有一件事儿，我一直瞒着您。我早就知道了。您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的人，我早觉出来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把队伍交给你带。好样的，谢谢你这时候帮我。应该的。不过，我不能再帮你了。组织上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带上那金条，这次我得谢谢你。不用了，那我先走了。部长，不，马司令，您自己要多多保重。保重。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作为军人，守土有责，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同胞，所以誓死抗战，誓死抗战，坚决不做。1932年4月上旬，马占山在黑河重组黑龙江政府，誓言一息尚存，永远抗日。此时，马占山的抗日在东北3省再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由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和绿林队各种民间抗日武装演变而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已成燎原之势。在辽宁，有黄显生、耿继洲的义勇军，唐巨武、邓铁梅、苗可秀的自卫军。在吉林，有李杜的自卫军、冯占海的义勇军、王德林的救国军；在黑龙江，有苏炳文、张殿九的救国军。至1932年夏秋，东北3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50万人以上。而在这一路路抗日武装队伍里，活跃着若干、李天白这样的中共党员。据日本陆军省战报，截止1932年6月6日，关东军在9·18事变以来，不足1年时间内的死伤总数计4163名。金牛先生，成功了！继续实验，让成功率达100%。好的，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 선생님령도 했던 동경 사건에서 일본 천황에게 선물로 했던 폭탄이 폭발했더라면 우리 모두 망명 안 할 것인데요. 자, 가기 전 기념사진을 한 장 찍죠. 예, 예.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裕仁天皇的生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祝捷会，以庆祝硝烟未及散尽、历时34天的淞沪战事胜利。田村さんは先月は大佐だったが、今では堂々たる陸軍少将殿だ。恐れ入ります。聞くところでは蒋介石は交渉に臨もうと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りますが、公使のお考えをお聞かせ願えませんでしょうか。慌てないことです。引き延ばせば引き延ばすほどこちらの価値が上がるというもの。なるほど。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近々岡村参謀長殿はまたまたご昇進となりそうですね。爆弾だ！こいつめ！やったぞ！奴を捕まえろ！やったぞ！見たか？韩国勇士尹奉吉被日本陆军第4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年仅25岁。瞬间的定格，转瞬成为永恒。为尹奉吉的自制炸弹送命的，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真次，野村吉三郎中将瞎了一只眼，植田千吉中将丢了一条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这一条伤腿虽然还在，却让重光葵此后的外交官生涯永远失去了平衡。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这份协定使日本在上海更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中国军队反倒丧失了在交战区驻兵的权利。